本小节我们来学习一下定时中断和内外时钟元选择的代码部分哈。那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接线图。我们打开程序源码，第一个文件夹的接线图，打开6-1定时器定时中断的图片啊。这个代码的接线图比较简单啊，就只需要插一个 OLED 屏幕就行了。和之前 OLED 显示屏的接线图是一样的，因为定时器和中断系统的电路都在 STM32 内部，定时中断也是为我们的程序设计提供服务的，所以芯片外面这里就只插一个 OLED 显示数据就行了。这就是接线图，然后看一下面包板，这里我已经插好 OLED 显示屏了哈，其他的就没有了，硬件电路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回到工程文件夹，开始写定时中断的代码哈。我们复制一下 OLED 显示屏的代码，改个名字，叫6-1定时器定时中断。打开工程啊，把这些先删掉，编译一下。下载，看一下啊，没有问题。那回到工程，我们还是先给定时器建一个模块哈，在 System 目录处右键添加新文件。那因为这个定时器不涉及外部的硬件哈，所以我就把它放到 System 文件夹里面了。当然你也可以放在其他文件夹里，这个都没问题。毕竟这个文件夹都是自己建的哈，想咋建想咋放都可以按照你的喜好来。不过最好还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分类习惯哈，这样便于查找和管理。那我们继续，这里选择 C 文件，起个名字啊，就叫 Timer， 存储路径加上/_ System， 放到 System 文件夹里，然后 Add， 接着继续右键添加新文件，选择 H 文件，也叫 Timer， 存储路径加上/_ System， Add， 然后固定部分写一下哈，头文件里以 flow define timer h define timer h， 最后 end if C 文件里右键添加一个头文件，这样模块就建好了。那在这里老规矩，上来还是先写一个初始化函数啊 ，void timer elite void， 在这里面我们来初始化定时器。那怎么来初始化定时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PPT 的这个图，这个是定时中断的整个框架结构哈。我们只需要把这里面的每个模块都打通，就可以让定时器工作了。那大体上的步骤就是，第一步 2cc 开启时钟啊，这个基本上每个代码都是第一步，不用多想。在这里打开时钟后，定时器的基准时钟和整个外设的工作时钟就都会同时打开了。第二步呢，选择实际单元的时钟元。对于定时中断，我们就选择内部时钟元啊。第三步，配置实际单元，包括这里的预分频器、自动重装器、计数模式等等，这些参数用一个结构体就可以配置好了啊。第四步，配置输出中断控制，允许更新中断输出到 NVSA。第五步呢，配置 NVSA， 在 NVSA 中打开定时器中断的通道，并分配一个优先级啊。这部分在上节我们也用过，流程基本是一样的。
第6步就是运行控制了。整个模块配置完成后，我们还需要死能一下计数器啊，要不然计数器是不会运行的。当定时器死能后，计数器就会开始计数了。当计数器更新时，触发中断。最后我们再写一个定时器的中断函数，这样这个中断函数每隔一段时间就能自动执行一次了。好，那这些就是我们初始化定时器的大体思路了。接下来我们回到 Kill， 先看一下定时器的库函数都有哪些哈。那我们找一下定时器 TIM 的库函数，在这里哈。先打开点去文件，拖到最后，可以看到这些库函数的数量是非常的多哈。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本小节先把我们需要用的函数跳出来讲一下，其他的之后再慢慢学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TIM delete 恢复缺省配置，这个不用多说啊。第二个 TIM timebase elite 时机单元初始化，这个函数比较重要啊，它就是用来配置这个图里这里的时机单元的。这里面有2个参数，第一个 TIMX 选择某个定时器，第二个是结构体，里面包含了配置时机单元的一些参数，这个我们等会儿配置的时候再详细说哈。然后下面这几个函数我们暂时用不到啊，之后再说。那我们在这里先把我们讲过的函数都做个标记哈，这样等会儿方便查找。我们可以把光标放在我们想做标记的行，然后点这个按钮，这样就可以在这行代码左边添加一个书签啊。如果再点一下，那就会清除书签，再点一下就又添加。这个书签只是在这里做个标记哈，方便我们查找代码用的，对代码的运行没有任何影响。那我们在下面再随便加几个书签，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点这里的第2个按钮，这是跳到上一个书签的位置。然后第3个按钮呢，这是跳到下一个书签的位置。最后这个按钮是清除所有书签，点一下当前文件的所有书签就都清除了。这就是这个书签的小工具，简单介绍一下。如果你有做标记的需要，可以用一下这个。那回到这里哈，我们把讲过的这2个函数做下标记。接下来我们往下看这个函数 TIM timebase struct elite， 这个函数可以把结构体变量赋一个默认值。这个之前我们也都见过，没啥说的哈，我们也做个标记。然后是 TIM CMD， 这个是用来死能计数器的哈，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图里的这个位置，运行控制。它有2个参数，第一个 TIMX 选择定时器，第二个 new state 新的状态，也就是死能还是失能。死能计数器就可以运行，失能计数器就不运行，我们也标记一下哈。然后下一个是 TIMIT config， 这个是用来死能中断输出信号的，对应的就是这个位置，中断输出控制。它的参数看一下哈，第一个 TIMX 选择定时器，第二个 TIMIT 选择要配置哪个中断输出，第3个 new state 新的状态，死能还是失能。这种 IT config 函数之后还会经常遇到哈，就是死能外设的中断输出，这个应该好理解吧。那我们继续，接下来看一下这下面的6个函数，先打上标记哈。那这6个函数对应的就是这里哈，时机单元的时钟选择部分，可以选择 RCC 内部时钟、ETR 外部时钟、ITRX 其他定时器、TIX 捕获通道这些。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TIM Internal Clock Config 选择内部时钟，参数只有一个TIMX， 调用一下，这里的连接就是这样的了。第二个 TIM ITRX External Clock Config 选择 ITRX 其他定时器的时钟，参数是 TIMX， 选择要配置的定时器和 Input Trigger Source， 选择要接入哪个其他的定时器，调用一下，这里的连接就是这样的了。接着第三个 TIM TIX External Clock Config 选择 TIX 捕获通道的时钟，参数第一个 TIMX 不用说了，第二个 TIX External Clock Source 选择 TIX 具体的某个引角。接着还有两个参数 IC Polarity 和 IC Filter， 输入的极性和滤波器对于外部引角的波形一般都会有极性选择和滤波器，这样更灵活一些调用一下这个函数，这个图里就是这样连接的。那再下面 TIM ETR Clock Mode 1 Config 选择 ETR 通过外部时钟模式1输入的时钟，也就是这一路从下面这里走的。那它的参数 EXT-TRG ProScaler 外部触发预分频器，这里可以对 ETR 的外部时钟再提前做一个分频然后接下来 Polarity 和 Filter 也是一样，极性和滤波器。那下面这个 TIM ETR Clock Mode 2 Config 选择 ETR 通过外部时钟模式2输入的时钟，对应的就是这一路从上面这里走的。它的参数和上面这个一模一样我就不再介绍了。对于 ETR 输入的外部时钟而言，这两个函数是等效的，它们的参数也是一样的。如果不需要触发输入的功能，那两个函数可以互换然后最后一个函数 TIM ETR Config 这个不是用来选择时钟的就是单独用来配置 ETR 引角的预分频器极性滤波器这些参数的。好，到这里这个图里关键部分的函数基本就讲完了时钟元选择用这里的6个函数，时机单元用 TimeBase Elite 函数，中断输出控制用 ITConfig 函数， NVIC 用上节讲过的 NVIC Elite 函数运行控制用 TIMCMD 函数，这样初始化基本上就 OK 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几个函数因为在初始化结构体里有很多关键的参数，比如自动重装值和预分频值等等，这些参数可能会在初始化之后还需要更改。如果为了改某个参数还要再调用一次初始化函数，那太麻烦了是吧？所以这里有一些单独的函数可以方便的更改这些关键参数，比如这里的 TIM ProScaler Config 就是用来单独写预分频值的。看一下参数ProScaler 就是要写入的预分频值，后面还有一个参数 PSC Reload Mode 写入的模式我们上一小节说了，预分频器有个缓冲器，写入的值是在更新事件发生后才有效的，所以这里有个写入的模式，可以选择是听从安排在更新事件生效，或者是在写入后手动产生一个更新事件，让这个值立刻生效。不过这些都是细节问题影响不大，你就知道这个是写预分频值的函数就行了。然后下一个 TIM CounterMode Config 用来改变计数器的计数模式参数 CounterMode 选择新的计数器模式，然后再往下
TIMARRProDconfig 自动重装器预装功能配置啊。我们之前 PPT 的后面介绍了这个计数器的预装功能，有预装还是无预装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怎么选择？调用一下这个函数，给个参数，死能还是失能就行了。这就是这个函数的用途。然后再往下 TIMSetCounter 给计数器写入一个值。如果你想手动给一个计数值，就可以用这个函数。下面这个 TIMSetAutoReload 给自动重装器写一个值。如果你想手动给一个自动重装值，就可以用这个函数。接着后面 TIMGetCounter 获取当前计数器的值。如果你想看当前计数器记到哪里的，就可以调用一下这个函数。返回值就是当前的计数器的值。下面 TIMGetPerscaler 获取当前的预分频器的值。如果想看预分频值，就调一下这个函数。最后再看一下后面的这4个函数这4个函数熟悉吧？上一节我们也见过。这些就是用来获取标志位和清除标志位的，这里就不再多讲了好，到这里终于介绍完了。这个定时器的酷函数真是海量那本小节我们就暂时介绍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就来使用我们刚才介绍的函数来配置一下定时器吧。我们回到这里，按照我们之前说的步骤来初始化定时器。在这里我准备初始化的是 TIM2也就是通用定时器。首先第一步是开启时钟 2CCAPB1 外设时钟控制。这里注意要使用 APB1 的开启时钟函数，因为 TIM2是 APB1 总线的外设。那参数的第一个就是2CCAPB1 外设 TIM2， 然后 enable， 这样时钟就开启了。接下来第二步，选择时机单元的时钟，我们到这个 tm.h 文件里来，复制一下这个函数我们想选择为内部时钟，然后放到这里。参数只有一个 TIMX， 那我们写 TIM2， 这样 TIM2 的时机单元就由内部时钟来驱动了。不过这个选择时钟的函数我看其他很多人的代码都没有写，因为定时器上电后默认就是使用内部时钟，如果不调用这个函数，那也是使用的内部时钟，所以不写这一行也行不过我们为了步骤的完整，还是写上这一行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了第3步，配置时机单元。我们到 tm.h 里找一下在这里我们要使用的是这个 TIMTimeBase_Elite 函数来初始化时机单元。那我们复制一下，放到这里。参数第一个 TIMX， 我们写 TIM2。第二个是结构体，我们转到函数定义看一下在上面这个注释找一下结构体的类型名，复制一下，放到这里，然后起个变量名叫 TIMTimeBase_Elite_Structure， 然后先把结构体成员都引出来，先放在这里。最后把这个结构体的地址放到 elite 函数里，这样就行了。接下来我们来一一的看一下参数第一个 clock division， 我们跳转一下定义，然后看一下这个参数的注释这里写的是指定时钟分频，这个参数可以是这里面的一个字这个时钟分频的参数之前在讲原理的时候一直都没出现过那它是用来干啥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PPT 里的这个图我们之前说了，
在这个定时器的外部信号输入音角，一般都会有一个滤波器啊，比如这里，还有下面这里。这个滤波器可以滤掉信号的抖动干扰。那它是怎么工作的呢？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哈，就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钟频率 f 下进行采样。如果连续 n 个采样点都为相同的电频，那就代表输入信号稳定了，就把这个采样值输出出去。如果这 n 个采样值不全都相同，那就说明信号有抖动，这时就保持上一次的输出，或者直接输出低电频也行啊，这样就能保证输出信号在一定程度上的滤波。这里的采样频率 f 和采样点数 n 都是滤波器的参数。频率越低，采样点数越多，那滤波效果就越好，不过相应的信号延迟就越大哈。这就是这个滤波器的工作原理。现在关键的地方来了，这个采样频率 f 从哪来？那手册里写的是，它可以是由内部时钟直接而来，也可以是由内部时钟加一个时钟分频而来。那分频多少？就是由我们这个参数 clock deviation 决定的。可见这个参数其实跟实际单元关系并不大哈，在这里我们随便配一个就行了哈。那我们 Ctrl F 搜索一下，可以看到这个参数可以取这3个值哈。第一个是1分频，也就是不分频；第二个是2分频，第三个是4分频。那我们选个1分频吧。复制放到这里，这样第一个参数就完成了。接着第二个 Counter Mode 计数器模式，我们跳转一下，这里没有跳过去，让我们选哈，那我们就直接手动找一下吧。在这个 TIM 点区的最上面，就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 Counter Mode 参数，右边注释看一下。这个参数可以是这里的一个值，搜索一下哈。这里可以看到有这些种模式，分别是向上计数、向下计数和3种中央对齐的模式。那我们选择向上计数，放到这里，这样第二个参数就完成了。接着下面3个参数 ，period 周期就是 ARR 自动重装器的值哈 ，Proscaler 就是 PSC 预分频器的值 ，Repetition Counter 就是重复计数器的值。这些参数就是实际单元里面每个关键计数器的参数了。不过这里并没有 CNT 计数器的参数哈，这个如果我们之后需要的话，可以用之前说的 setCounter 和 getCounter 这2个函数来操作计数器。那这里这个 Repetition Counter 是重复计数器哈，是高级定时器才有的，这里不需要用，我们直接给0就好了。接下来决定定时时间的参数就是这2个了。如果我们想定一个1秒的时间，那就可以参考一下 PPT 里的哈。这个公式，定时频率等于72兆除以 PSC 加1再除 ARR 加1，定时1秒，也就是定时频率为1赫兹，那我们就可以 PSC 给一个7200啊 ，ARR 给一个10000，然后2个参数都再减一个1。这样就完成了。因为预分频器和计数器都有一个数的偏差，所以这里要再减个1哈。然后注意这个 PSC 和 ARR 的取值都要在0到65535之间，不要超范围了。这个 PSC 和 ARR 的取值不是唯一的哈，你可以预分频给少点，自动重装给多点。这样就是以一个比较高的频率记比较多的数，也可以预分频给多点，自动重装给少点，这样就是以一个比较低的频率记比较少的数。
两种方法都可以达到目标的定时时间哈。在这里我们预分频是对72兆进行7200分频，得到的就是 10K 的计数频率。在 10K 的频率下计10000个数，那不就是1秒的时间吗？这样理解也是没问题的哈。关于定时时间的计算，要么记公式，要么理解工作流程哈，这都是可以的。好，到这里实际单元就配置好了，接下来我们就需要使能更新中断了。我们可以找一下这个 TIM-IT-config 就是用来使能中断的，我们复制一下，放到这里。参数第一个写 TIM2， 第二个选择中断哈。我们跳转一下函数定义，看一下。这个参数可以是下面这些值的任意组合，其中第一个就是 update 更新中断，我们复制这个参数，然后放到这里。最后第三个参数 new state 直接 enable 就行了，这样就开启了更新中断到 NVIC 的通路。那下一步自然就是 NVIC 了，对吧？这个我们上节讲过，这里就直接写了。首先 NVIC 优先级分组 NVIC Priority Group Config 分组写 NVIC Priority Group 2，选择分组2。接着 NVIC Edit Type Define NVIC Edit Structure 复制粘贴一下，把参数列出来。最后 NVIC Edit 取地址粘贴结构体，这样就好了。参数第一个中断通道，我们跳转一下定义，右边看一下哈，选中这个 IRQN type 搜索一下，下面这个换为当前工程啊，搜索，然后在这个列表里找到 TIM2 IRQN， 这就是定时器2在 NVIC 里的通道，我们复制放到这里。然后第二个参数直接 enable， 下面是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我们就给个2和1吧，这样中断通道就打通了。然后还需要最后一步启动定时器就完事了。我们到 tim.h 里找一下，复制这个 timcmd 函数放到这里，然后里面的参数第一个给 tim2， 第二个给 enable， 这样定时器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当产生更新时就可以触发中断。到这里整个定时中断的初始化代码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写中断函数了。我们找一下启动文件，打开，这里可以找到这个 TIM2 IRQ Handler， 这个就是定时器2的中断函数了。我们复制一下，回到这里哈，写 void 粘贴 void， 当定时器产生更新中断时，这个函数就会自动被执行。在定函数之后，我们还是按照规矩哈，检查一下中断标志位 if tim get it status 获取中断标志位。参数第一个是 tim2， 第二个是想看哪个中断的标志位。我们跳转一下定义，那这里就选择 TIM-IT update 更新中断，放到这里。如果更新中断标志位等于set， 那我们就可以执行相应的用户代码了。最后别忘了清除标志位啊，
TIM Clear IT Pending Bit TIM2，第二个参数也是这个哈。好了，这样我们的代码就已经基本完事了。接下来我们进行测试。我们把这个初始化函数的第一行放在头文件里声明一下，然后先编译看一下有没有错误哈。目前还是没有错误的。那我们就到主函数这里来进行测试。首先 include timer.h 包含一下头文件，然后在主函数这里调用 timer init 初始化定时器，这样定时器就能开始工作了。那我们想让定时器每秒自动帮我们加一下 number 这个变量，所以我先定义一个变量哈，在这里 uint16-t number 定义一个16位的全局变量 number， 然后这个 number 要在中断函数里执行加，但是这个中断函数是在 timer 模块里的，如果直接在这里写 number 加，那 number 就是跨越不同点 C 文件的变量了。这样编译试一下，它就会报错啊。那解决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如果你想跨文件使用变量，那可以在使用变量的那个文件的上面，用 extern 声明一下要用的变量，比如在这里写 extern uint16-t number， 这样就行了。extern 声明变量就是告诉编译器，我现在有 number 这个变量，它在别的文件里定义了，至于在哪里，你自己去找吧。然后编译器就会勤勤恳恳的去找哈，最终它发现在 main.c 里确实有这个变量，那编译器就知道了，它就会把这个 extern 声明的变量当做 main.c 变量的一个引用。注意这个过程并没有定义新的变量哈，它操作的还是 main.c 里的这个 number。其实我们头文件里的函数声明也是用 extern 实现的，在这个函数的前面哈是有一个 extern 的，只不过这个 extern 可以省略，所以我们一般不写。那回到这里哈，当我们用 extern 声明了主函数的 number 变量时，就可以在这里直接使用主函数的 number 变量了，这样编译就不会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种解决方案，就是使用跨文件的变量，用 extern 声明即可。那第二种方案呢，就是直接把这个中断函数复制一下，放到主函数后面，这样它们就在一个文件里了。这里 extern 声明就不需要了。下面这个中断函数我们就注释掉，这里也删掉啊。对于定时中断而言，这个中断函数就是为别的文件服务的，所以中断函数可以放在使用它的地方，这样更方便一些。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函数注释掉，当成一个中断函数的模板，如果哪个文件想用的话，就复制过去就行了。那这里我们就暂时采用第二种解决方案了，在 main.c 里，中断函数每秒自动把 number 加，然后主循环里我们显示一下就行了。这里显示字符串改一下啊，在一行一列显示 number 冒号，然后主循环里调用 old 修 number， 一行五列显示 number， 长度为5，这样循环刷新 number 的值就行了。我们编译看一下，没有问题哈。下载看一下现象，可以看到此时 number 的值就正在执行每秒+1的操作了。不过在这里会有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复位一下，可以看到这个 number 是从1开始计数的，多复位几次啊，
可以看到每次程序刚一开始 number 就立刻变成1了。按理说 number 的初始值是0，应该从0开始计数的，但是 number 一上链就立刻变为1了，这说明中段函数在初始化之后就立刻进入了一次，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之前研究了一下哈，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打开这个 timebase_init 函数，在最后可以看到这一句哈，上面的注释写的是生成一个更新事件来重新装载预分明器和重复计数器的值，立刻。为什么要加这一句呢？我们知道这个预分明器是有一个缓冲寄存器的，我们写的值只有在更新事件时才会真正起作用，所以这里为了让值立刻起作用，就在这最后手动生成了一个更新事件，这样预分明器的值就有效了。但同时它的副作用就是更新事件和更新中断是同时发生的，更新中断会置更新中断标志位，当我们之后一旦初始化完了，更新中断就会立刻进入，这就是我们刚一上电就立刻进中断的原因。那解决方案也非常简单哈，就是在 timebase_init 后面开启中断的前面，可以在这里哈，再手动调用一下 tim clear flag tm2 转到定义哈，复制一下这个 tm flag update 放到这里，这样再手动把更新中断标志位清除一下，就能避免刚初始化完就进中断的问题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样就没问题了。上电后数字从0开始增加。那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CNT 计数器值的变化情况。我们在这里直接写 OLED show number 2行5列显示 TIM get counter TIM2 长度为5啊，编译看一下。这时可以看到下面这个计数器的值在飞速变化啊，变化范围应该就是从0一直到自动重装值。我们的自动重装值写的是10000减1，所以这个值就是从0一直自增到9999，总共是10000个数，计10000次就是1秒，对吧？如果我们把自动重装值改成1000，那就是由原来计10000个数变成了计1000个数了。再看一下，这时这个值就是从0加到了999了，对应的就是 0.1 秒。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数字加的速度也是比原来快了10倍哈。如果我们把这里改回10000，把下面预分频值去掉一个0，那就是以原来10倍的计数频率计10000个数。编译看一下，这时 number 加的速度也是原来的10倍，和刚才是一样的哈。这就是预分频值和自动重装值对中断频率的影响。大家可以多玩一玩这部分哈，我们之后还会经常和他们打交道的。好，这就是第一个代码，到这里就完成了。这里我们先改回来哈，这里显示也删掉，编译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写第二个代码。首先还是看一下经验图，我们打开经验图文件夹，打开6-2定时器外部时钟，
看一下哈，这里经验图也比较简单，右下角是一个 OLED 显示屏，上面接来一个对射式红外传感器 ，DO 数字输出接到 PA0 引脚，这个 PA0 引脚就是 TM2 的 ETR 引脚哈，我们就在这个引脚输入一个外部时钟，然后看一下面包板。我们拿出对射式红外传感器，接3根杜邦线，然后 VCC 接正极，间地接负极 ，DO 接 PA0 引脚，这样就 OK 了。那回到代码的文件夹，我们复制一下6-1的工程，改个名字哈，叫6-2定时器外部时钟。打开工程，我们在这个工程的基础上更改一下哈。现在我们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定时中断，但是这个时钟部分呢，我们就不使用内部时钟了。我们把这一行删掉，然后到 TM 点区里找一下选择时钟的这个函数，在这里我们复制一下这个 TM ETR Clock Mode 2 config，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哈。通过 ETR 引脚的外部时钟模式2配置，然后放到这里，看一下参数，第一个给 TM2， 然后剩下的参数我们转到定义看一下。第二个参数是外部触发预分频器，可以是下面的这些值。那我们不需要分频哈，就选择第一个复制，放到这里。接着继续，第三个参数是外部触发的极性，第一个是反向，就是低电频或下降延有效；第二个是不反向，就是高电频或上升延有效。这个根据需求来哈，我就选择不反向了，放到这里。继续，第四个参数是外部触发滤波器，这个值必须是 0x00 到 0x0f 之间的一个值。这个滤波器我刚才介绍过了哈，就是以一个采样频率 f 采样 n 个点，如果 n 个点都一样才会有效输出。那这个值就是来决定 f 和 n 的，具体是怎样的对应关系呢？手册里有说明哈。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哈。那我们这里就暂时不用滤波器了，所以这个位置写 0x00 就行了。好，这样通过 ETR 的外部时钟模式2就配置好了。那引脚要用到 GPIO， 所以还是别忘了哈，在这之前还要先配置 GPIO。我们快速写一下，先 2CC-APB2 外设时钟控制， 2CC-APB2 外设 GPLA enable， 开启 GPLA 的时钟，接着 GPL elite type define GPL elite structure， 然后列一下结构体成员。最后 GPL elite GPLA 取地址 GPL elite structure。那这个 GPL mode 这个可以看一下手册的配置表哈，我们找一下，在这里啊，它这里给的推荐配置是浮空输入啊，但是我一般不太喜欢浮空输入，因为一旦悬空电瓶就会跳个没完，所以我准备给上拉输入哈，这也是可以的。
那什么时候需要用浮空输入呢？就是如果你外部的输入信号功率很小，内部的这个上拉电阻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输入信号，这时就可以用一下浮空输入，防止影响外部输入的电平。那这里我就还用上拉输入吧 ，GPL mode IP up， 然后这里 GPL pin 给 GPL pin 0，最后一个 GPL speed 给 GPL speed 50兆赫兹，这样就完事了。当然下面这个预分频和自动重装值也改小点哈，我们手动模拟的没那么快。这里预分频就给1，不需要分频哈，自动重装值给10，从0记到9就行了。最后我们想实时看一下 CNT 计数器的值，我们把它的函数也分装一下吧，这样规范一些。我们在下面写 uint 16-t timer get counter void， 然后里面直接写 return tm get counter tm2， 这样就行了。然后这个函数也放在头文件里声明一下，编一下。没有问题啊。那在主函数里，我们先复制一下这个哈，在2行1列显示个 CNT 冒号，然后下面复制一下，在2行5列显示 timer get counter， 长度为5，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编译下载试一下。看一下哈，这时上面这里是 number， 下面是 CNT 计数器的值，我们用挡块片挡一下 CNT 加1，因为现在实际单元没有预分频哈，所以每次遮挡 CNT 都会加1，如果有预分频呢，就是遮挡几次才能加1次，然后加到9后自动清零，同时申请中断。number 加，这就是第二个程序的现象了。然后代码这里这些预分频器、极性等参数啊，大家都可以自己换一换，看看现象。然后 tm.h 这里其他的一些时钟输入啊，大家也都可以自己试一试。这里我就不再一一演示了哈。好，那本小节的代码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一小节再见。